婚后第3年，总裁老公瞒着我飞往法国去看望白月光的妹妹，却不料被人拍下亲密照，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全是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。他点开了最新的一条消息：哥，林爷爷去世了，嫂子流产了，你看见消息赶快给我回电话。宋人头阴沉着脸回拨了表弟宋泽的电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宋泽沉默了几秒就知道他没听全留言，只能再重复一遍：老爷子看到你在法国陪白月光的照片，一时情绪激动，脑出血，抢救过后没多久就走了，嫂子受不了打击，所以流产了。宋人头闻言脸色瞬间煞白，他紧紧攥着手机，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他在哪？宋泽那边顿了顿，猜到他没听全，只好一字一句重复：爷爷看到你在法国陪那女人的照片，气到脑出血，人没抢救过来，嫂子也因为这事儿流产了。宋人头脸色瞬间惨白，死死攥着手机，呼吸都乱了。他闭了闭眼，声音嘶哑地问：他在哪？宋泽沉默几秒才说道：我不清楚，林家下午就将老爷子的遗体火化下葬，现在嫂子人在哪我也不清楚。宋人头正要挂断电话，但下一秒宋泽又补了一句：嫂子从手术室出来就提了一个要求。宋人头完全猜得到我会提出什么要求，他下颚线紧绷，语气沉重地说道：我不会离的。宋泽接着说道：奶奶和小姨已经同意了嫂子的要求。宋人头神色骤冷，一脚踹开行李箱：我没说我要离，可是哥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宋人头脸色难看的瘆人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他抬手捏了捏眉骨，阴沉着脸给我打电话，可打了好几遍都无人接听，他只好转头打给了他妈妈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母子俩谁都没有说话。宋人头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，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涩，可他还是艰难地开口：妈，雨贤呢？你们在一起吗？宋母语气冰冷地开口：没有。宋人头还想说些什么，宋父突然抢过宋母的手机，怒骂道：你个畜生，我是造了什么孽才会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你马上给我回家，我警告你，你马上给我回来，听到没有？还有那个讲什么的女人，你告诉她，我宋家的门不是谁都可以进的，除非我们全都死了，否则她这辈子都进不来宋家的大门。宋人头心口一阵发闷：爸，我和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宋人头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已经不重要了。雨贤因为你们已经遭受太多罪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和你离婚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觉得愧疚就成全了他。宋人头听到离婚2个字，整个后背都紧绷了起来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。我不会离的。呵，你不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不离？宋父气得浑身发抖，就因为你去见个什么白月光，我们宋家好好的孙子就这么没了。宋人头，你还有什么脸？听到这句话，宋人头忍不住痛苦地弯下腰：我不知道她怀孕了。你当然不知道，我们全家都知道，就你一个人不知道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为什么会不知道？因为他想亲口告诉你，但你没给他这个机会。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却在国外陪别的女人风流快活。宋人头，你可真是我们宋家的好儿子。宋父越说越生气，到最后干脆直接把电话给挂了。宋人头垂着脑袋握紧了手机，助理齐玉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守着他，低声提醒：宋总，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太太。宋人头慢慢抬眸，眼神幽深冷然，脸色却是泛着青灰色。回别墅，刚到别墅，他立刻望向2楼，急切地问：太太呢？她在家吗？保姆王妈摇了摇头：没有。眼见少爷脸色差得吓人，王妈小心翼翼地问道：怎么啦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宋人头没理他，而是大步上了楼。他推开2人的卧室，我的电脑和私人物品如往常一般放在桌子上，唯独我的人不见了。宋人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急切地想要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他要见我，立刻马上。转身下楼的时候，正好撞见王妈挂了电话。宋人头的心里咯噔一下，立马追问：谁的电话？王妈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是林小姐，她说太太以后都不回来了，让我回老家，还说太太的东西让我自行处理掉就行。听到这话，齐玉忍不住看向宋人头，果不其然，他的脸已经黑如锅底。还说了什么？王妈结结巴巴的回答：没了。先生，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你和太太发了什么事了？这早上不还好好的吗？她怀孕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王妈一脸委屈：是太太特意叮嘱，说想亲口告诉您这个好消息。多久了？太太说是刚6周多一点点。宋人头踉跄着扶住楼梯扶手，强行稳住呼吸，拨通了姐姐林佑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林佑冰冷的声音：宋总。宋人头喉结滚动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他在哪？我想见他，让我见他一面可以吗？我有事要和他解释。没有那个必要了。宋总，从今天起，你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太太，还有你的亲生骨肉林佑。宋人头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。我不知道她怀孕了，更不知道她流产，这些事我全都不知情。让我见见她，我求你让我见她，就算给我判死刑，也得让我跟她说清楚。林佑的声音又冰又冷，像是压抑着什么怒气。我说过了，没必要，离婚协议书已经在路上了。宋总有空就签了字，放我妹妹一条生路吧。林佑最后那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宋人头的心里。可电话那头只剩下忙音，宋人头疯了似的跑老宅，明明灯火通明，气氛却压抑的吓人。他看着一屋子黑衣，脚步顿了顿，还是径直跪在了老太太面前。奶奶，她在哪？我要见她。宋老太太始终闭着双眸，手中滚动着一串古老的佛珠，并未理会她。宋人头低垂着头，神情僵硬。她到底在哪？宋母看着他那执着的样子，悠悠叹了口气：签字吧。他什么都不要，所以我们只好在他名下设了几股基金。你奶奶将他名下的股份也断了他，你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。宋人头看着茶几上那份离婚协议书，浑身一僵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的确已经签了我的名字。他攥紧协议，所以你们都不肯告诉我他在哪，对吗？宋父冷冷地看着他，起身走到他面前：你觉得他现在还想见你吗？宋人头的脸色逐渐阴郁：我会找到他的，她是我太太，我把人找出来，不告诉我他在哪也没关系，就算把这座城市给翻了一遍，我也会把人给找出来。说完，他目光森然凛冽地看向齐玉：联系王局长，天亮之前必须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宋父脸色一青，抬手就是一耳光抽了过去：混账东西，你当老子是死的吗？宋人头被打得耳朵嗡嗡作响，嘴角隐隐有鲜血溢出，可他看都没看宋父一眼，只是死死盯着齐玉。我的话你没听见吗？齐玉被他盯得浑身一颤，连忙哆嗦着去掏手机。宋父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：你还找他
他干什么？说说，你还找人家雨贤做什么？回来看你和另一个女人恩爱吗？宋仁头眸光微动，对上宋父的眼神满是偏执。她是我老婆，你还知道她是你老婆？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？你倒是说说你当时在干什么？宋仁头喉结滚动，眸光暗沉不已。我可以和他解释，少放屁！我就问你，你答应他的事做到了吗？你是不是又在骗他？宋仁头喉咙微滚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半天才艰难地挤出一句：我只是不想让他误会，我和蒋姨真的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。宋母走上前，她静静看了宋仁头许久，才语重心长地说道：我以前有没有提醒过你，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挽救再来后悔？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和他坦白，你们之间可还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宋仁头瞳孔一缩，妈，您告诉我他在哪行吗？我想见他，您让我见见他。宋母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而是我和你爸不知道。宋父发出一声冷笑，知道为什么人家连灵堂都没设，就匆匆把老爷子下葬了吗？因为人家根本不想用你宋家儿媳的身份办丧事，更不想让你出席。宋仁头，你现在能清醒了吗？不管你和那个姓蒋的女人是什么关系，林爷爷是看你们照片被气死的，孩子也是因为受不了打击才流掉的。宋仁头，你不配当人家的丈夫，更不配当父亲。宋仁头听完之后，耳朵都是迷糊不清的，似乎是有些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。他甚至有些无助地站在那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宋母拉开丈夫，拍着宋仁头的肩膀，我相信你和蒋姨是清白的，可人头，事到如今，你和雨贤已经不可能了，现在横在你们中间的可是2条人命，这道坎你怎么跨得过去？宋仁头脸色因为宋母的这句话显得苍白无力，可至少让我见他一面，让我见见他。一直沉默的宋老太太这才慢慢睁开眼，可她不想见你，永远都不想。宋仁头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地看向老太太，老太太站了起来，语气严肃，透着一股杀伐果决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奶奶，签字离婚，然后不要再去找他，不要再打扰他，更不要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。齐豫眉心紧抿，他亲眼看到宋仁头挺拔的身子瞬间就萎靡下来，竟踉跄着差点摔倒，他赶紧冲过去扶住他。宋总，您没事吧？宋仁头的心彻底凉透了，这辈子第一次尝到这种无能为力的绝望。他低着头刚想走，宋老太太的声音就跟冰锥子似的砸了过来，你要是敢再去找他，从今往后你就不是我宋家的人。这句话着实有些严重了。老太太平时是最心疼晚辈的，可所有人都清楚这次老太太是真的动怒，也动了真格。宋父也皱紧了眉头，怒声指责道，连自己的老婆都护不住，你还想把这个家，把整个宋氏都给扔了不成？宋仁头双拳紧握，额角青筋暴跳，最后却自嘲的笑了，转身扑通一声跪下，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找不到他，那我就跪到您心软肯告诉我他在哪为止。他心里清楚，人就是被老太太藏起来了，要是这样，他就是把整个港城翻个底朝天，也别想找到他。老太太是陪着爷爷闯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他除了跪地哀求，别无他法。宋父气得正要发作，却被宋母一把拉住，只听他淡淡的开口，你确实该跪着。宋父瞬间明白过来，行，那你就跪在这儿好好给我忏悔。宋老太太只冷冷扫了孙子一眼，便起了身，任由宋父宋母搀扶着，冷哼着回了房。偌大的别墅里只剩下笔直跪着的宋仁头和不知所措的齐豫。齐豫心一横，咬着牙也跟着跪了下来。宋总，要不我们私下里偷偷找太太？宋仁头扯了扯嘴角，满是苦涩。老太太亲自安排的地方，你找不到？齐豫听闻顿时哑口无言。那您就真的打算一直这么跪下去？宋仁头想起林老爷子那张脸，自嘲一笑，我是该跪。齐豫咬咬牙，那我在这陪您一起。宋仁头缓缓闭上眼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不用，你去查清楚那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。和金圈太子爷结婚的第3年，他瞒着我飞往法国看望白月光的妹妹，却不料被人拍下亲密照，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全是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。得知林老爷爷因他而死，我也要和他离婚后，他崩溃了。此时宋家老宅内，宋母看着还跪在地上的宋仁头走了过去，起来吧。可宋仁头依旧跪在地上，没有说话。宋母皱了皱眉，语气冷冷地说，你就是跪死在这，你和雨贤之间也再无可能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和蒋家那对姐妹纠缠不清，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？宋仁头嗓音沙哑地说，我只想见他一面，就算他想和我离婚，也得他亲口跟我说，否则我不会签这个字。宋母喉头一梗，缓缓蹲下身，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，在这个家没人能忤逆你奶奶。而且你知道林老爷子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想见你一面。可你呢？你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还被拍下那样的照片。宋仁头闻言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痛苦地闭上双眼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什么照片？病房里的那些照片，你们干了什么好事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宋仁头下颚紧绷，扯出一抹自嘲的笑。他摔断腿闹绝食，我能不管吗？我答应过，对，你答应了蒋雪要照顾他妹妹。可宋仁头，你对你老婆的承诺呢？你记得多少？宋母一想到那个流掉的孩子，忍不住伤心起来。你知道你差点就当爸爸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奶奶连婴儿房都准备好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人，包括雨贤他自己，有多期待这个孩子出生吗？宋仁头的心像是被刀子狠狠剜了一下，剧痛无比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是早知道，我死也不会去。宋母握紧他的手臂，长叹一声，我还没敢跟你奶奶说你和蒋姨的事，如果她知道你为了个外人，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妈，我想见他，我必须现在就见到他。宋母绝望地摇了摇头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而是我和你爸真的不知道雨贤人在哪，这一切都是你奶奶一手安排的，就连林老爷子下葬，我们都只能在外面远远看着。你奶奶说她对不起老爷子，没脸见他。听见这话，宋仁头终于松开了手，他垂下眼眸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，那我就一直跪到奶奶肯告诉我为止。宋父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，听到这话厉声呵斥，胡闹，你打算一直跪在这，公司也不管了是吗？宋仁头再次慢慢合上眼帘，面无表情地说，有您在，
没差，你这个逆子。宋母扭头扫他一眼，宋父立即就将话给咽了回去，最后只敢冷哼一声，你妈说的没错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我好好的大孙子就这么没了。提起那个他不曾知道就已经失去的孩子，宋人头眉心一阵刺痛，双拳紧握，他嗓音低沉的说，你们都回房休息吧。宋母定定的看了他半晌，如果雨贤压根不想见你，你的出现只会让他更痛苦，你还要坚持吗？宋人头的心脏猛地一抽，胸口的剧痛让他瞬间失力，弯下腰单手撑住了地面。宋母眉头紧锁，连宋父也快步上前蹲下，嘴上骂归骂，但终究是自己儿子。宋人头的脸色有些发青，额头上冷汗密密麻麻的冒了出来，他忽然厉声道，我叫你们回去休息。夫妻俩都是一愣，宋父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一把将妻子拉进怀里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他爱跪就让他跪死在这，我们走。宋母张了张嘴，终究什么也没说出口，只留下一道复杂的眼神。宋人头单手撑着地，心口那股尖锐的疼痛密密麻麻的袭来，脑海里全是我送他去机场的画面，最后那句那我在家里等你，更是刺得他胸口生疼。隔天一早，宋母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转身上了楼，他敲了敲老太太的房门，妈，就算您真要他们离婚，也得让他见雨贤一面吧。老太太冷冷瞥了他一眼，怎么才跪了一夜你就心疼了？宋母满脸无奈，妈，那也是您亲孙子，您当真一点不心疼？老太太目光一凛，我心疼他，那谁去心疼雨贤？说完，他再次闭上眼，我会问问雨贤的意思，如果他坚决不见，谁也别想逼他。宋母听了这话，总算松了口气，我能和雨贤说两句吗？老太太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宋母试探着喊了一声雨贤，听见这熟悉的声音，我顿了顿后还是应了一声，妈，你还愿意这么叫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沉默了几秒才轻声问道，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人头回来了，他跪了一整晚就是想见你一面，你能不能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当面跟你解释清楚？我转头望向窗外，微微眯起眼睛轻声说道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见他，以后都不想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宋母听我的语气虽然温和，态度却如此决绝，就知道我这次是彻底伤透了心。再想到楼下跪着的儿子，他只能无声叹息，雨贤，你不用道歉，错的人不是你，我不再作声。宋母只好把手机还给老太太，老太太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你先出去，把门带上。宋母目光复杂的看了一眼那部手机，随后起身离开了房间。雨贤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还需要奶奶为你做些什么？奶奶，等宝宝出生了，我会经常给您发宝宝的生活照的。老太太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到了这把年纪不能承欢膝下也是一种遗憾。好，奶奶等着。奶奶，我想离开港城。老太太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，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好，奶奶帮你安排。老太太下楼时已经临近中午，宋家夫妻俩正焦急地在沙发上等着，见她下来，立刻齐刷刷站了起来。宋人头也缓缓抬头看向老太太，他眼神晦暗，眼底布满血丝。奶奶，我要见他，你让我见他一面，就这一面，他不想见你，永远都不想。再次听到这句话，宋人头双拳猛地攥紧。刚才宋母下楼时就已经转达过李雨贤的意思了。他沉默许久，忽然扯出一抹冷笑，所以您是不打算让我见他了，是吗？老太太皱眉看着他，犯了错就得认。宋人头嘴角一勾，面无表情地说，我没说不认，我想当面认错，不行吗？那也得看人家愿不愿给你机会。怎么，你还想强迫他不成？老太太最后这句话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宋人头的心里。强迫，对，他一直都在强迫他，一直自以为是的掌控着一切。宋老太太走到他跟前，举起拐杖，狠狠地朝他背上抽了好几下。妈！宋家夫妻俩同时惊呼，老太太却冷冷一瞥，厉声呵斥道，要是你们爸还在，非得打断他一条腿不可。这话一出，夫妻俩瞬间哑火，显然是想起了宋老爷子那雷厉风行的手段和火爆脾气。老太太的拐杖就这么结结实实的抽了十几下，宋人头却硬是挺直了腰板，愣是一声没吭。打你是因为你身为子孙不孝，身为父亲不慈，身为丈夫不忠。宋人头硬生生扛下这一切，最后才缓缓站起身。他猩红的视线扫过几人，冷冷的一字一句开口，你们可以不让我见他，但我死都不会离婚。话音刚落，宋人头便转身离开，步履蹒跚的样子再也不见往日的意气风发。助理齐玉不放心，一大早就等在屋外，此刻见他出来，赶紧下车迎上去。宋总您没事吧？齐玉把他扶上车。宋人头侧头瞥了眼老宅，沉声道，找几个人给我盯紧蒋姨和林佑。是，宋总。齐玉也回头望了眼老宅，有些迟疑。那老太太那边？宋人头闭上眼靠在座椅上，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，缓缓吐出两个字，不用。齐玉也明白老太太行事滴水不漏，他转而关心道，宋总您嗓子都哑了，喝点水吧。宋人头缓缓睁开眼，声音嘶哑，去墓地。1小时后，车停在墓地。宋人头望着那崭新的墓碑和花束，双腿一软，缓缓跪了下去。他跪在墓碑前，凝视着石碑上慈祥的老人，爷爷，我对不起您。宋泽告诉他，爷爷是看了他和蒋姨的照片才突然发病的，这都是他的错，是他害了爷爷，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。宋人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没再开过口，只是笔直的跪在墓碑前，一动不动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齐玉才敢试探着轻唤一声，宋总。宋人头俯下身，对着墓碑重重磕了3个响头，这才站起来。他最后深深看了一眼爷爷的照片，才转身离开。齐玉看着前面的挺拔的背影，只感到无尽的落寞孤寂，他忍不住长叹一声，这都叫什么事啊？眼看一切都要好起来了，偏偏出了这种岔子。正想着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宋人头的背影，连忙接通了电话。喂。电话那头传来小双焦急的声音，齐特助，我真不知道蒋姐的计划，宋总他不会怪我吧？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就行。小双在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一会，才叹了口气道，好，我说，你等一下。齐玉立刻把手机递给宋人头，宋总，是小双的电话。宋人头接过手机坐进车里，嗓音暗沉沙哑的可怕，
说。小双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他那强烈压迫的气场，吓得咽了口唾沫。宋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蒋姐的腿根本就没什么事，摔是真摔，但根本就没骨折，也没做手术，只是韧带拉伤，养几个月就能好。是蒋姐买通了当地的医生说了谎。宋人头眸光幽深不见底，晦暗一片，就像一片深海，令人感到畏惧。还有照片，确实是蒋姐让我拍的，我不知道她想干嘛，但我发现她最近情绪很不对劲，她总是会在半夜拿着那张全家福自言自语。小双说到这里稍作停顿，似乎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。她都说了些什么？就说她没错，她不后悔那么做，还念叨着什么偏心之类的话，我也没听太清楚。宋人头的眼神愈发阴沉，沉默许久后，他缓缓开口：查清楚这件事，你就能继续留在舞蹈团。小双一听这话，喜出望外，他不在乎蒋怡，但他在乎自己的前途和梦想，他也愿蒋怡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惹恼了宋总哪有好果子吃？宋总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宋人头沉默了一会，继续说道：有件事需要你去做，宋总您尽管吩咐，我一定办到。可当小双听完宋人头的话，脸色瞬间惨白，他握紧手机，咬着牙应下：宋总请放心。宋人头又交代了几句，这才挂了电话。通话结束后，小双就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他自我平复了好一会后才走进病房，看着里面正和医生有说有笑的蒋怡，他狠狠攥紧了拳头，耳边回响着宋人头那句冷酷无情的话，还是一阵后怕。和金圈太子爷结婚的第3年，他瞒着我飞往法国看望白月光的妹妹，却不料被人拍下亲密照，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全是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。得知林老爷子因他而死，我也要和他离婚后，他彻底崩溃了。这边宋人头听着小双的汇报，眼神愈发阴沉，沉默许久，他缓缓开口：查清蒋怡为什么要发那样的照片，他为什么要陷害雨贤，你就能继续留在舞蹈团。小双一听这话，立马喜出望外，连忙保证道：宋总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宋人头沉默了一会，继续说道：有件事需要你去做。随后他又交代了几句，这才挂了电话。通话结束后，小双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他看着里面正和医生有说有笑的蒋怡，耳边回荡着宋人头那句冷漠绝情的话：既然不想上台，那以后也别跳了，骨折了就让他好好待在医院，哪也别去。小双是个聪明人，怎会听不懂这话里的含义？虽然不知道蒋怡到底做了什么，能把这个男人气成这样，但是听着那冰冷的语气，意思不就是要直接废了蒋怡的双腿吗？这不就是相当于要了他半条命吗？光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。他死死攥紧手机，调整好表情后推门而入：蒋姐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你想吃哪个？另一边，助理齐玉小心翼翼地说道：宋总，我们现在去拿。宋人头神色阴沉地说：公司怎么样？暂时没什么大事，我可以解决。那去林氏集团办公室里。林佑看着进门的宋人头，脸上没半点意外神色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宋总突然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宋人头双眼死死盯着他，声音沙哑地问道：雨贤呢？他人在哪？林佑嘴角勾起一抹嘲弄：宋总，人是宋老太太安排的，别说我不清楚，就算清楚我也无可奉告，我会亲自和他解释，就算他要和我离婚，也要听完我的解释，我要亲口听他说。林佑仰靠在椅子上，冷冷看着他，我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了吧。宋人头眼底一片漆黑，死死盯着他吼道：林佑，让我见他。林佑的眼神愈发冰冷，你骗雨贤说在海城，背地里却偷偷去了法国，他在家里期待你的回归，想要亲口告诉你她怀孕了，她有了你们之间第一个宝宝。但是宋人头，你当时在哪，在做什么？宋人头脸色瞬间煞白，又是孩子，每个人都会和他提一次那个孩子。他双拳紧握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我说过，我会亲自和他解释，就算判了我死刑，我也要亲口听他说。林佑站起身与他对视：宋总，我以前不止一次提醒过你，甚至求过你，我求你对他好一点。宋人头喉结滚动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，脸色阴沉的吓人，周身气压低得让人窒息。可林佑站在那纹丝不动，丝毫没受影响。他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有什么好怕的？整件事情从头至尾，宋家人都参与其中，也都明白事情经过。他不信他宋人头会不顾一切针对林氏。一旁的齐玉忍不住开口替宋人头辩驳了一句：林总，您真误会了，宋总对太太是真心的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。林佑冷冷扫了齐玉一眼，好一个误会，就算这是个误会，可那是2条人命啊。他咬牙切齿地瞪着两人，请问谁能为这个误会买单？是你齐助理，还是你宋人头？宋总，我说过我不知人在哪，都是宋老太太一手安排的。据我所知，您父母恐怕也不清楚，你想找人不该来找我。还有，雨贤出手术室第一句话就是要离婚，并且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你。齐玉的心里咯噔一下，看着男人僵硬的背影，满眼苦涩。宋总有错吗？当然有，错就错在他不该去见蒋怡。林佑绕过桌子走到他身侧，侧头一字一句冷冷道：不管有意无意，是你害他没了亲人和孩子，你就该明白，他这辈子绝不可能再原谅你。这话听得齐玉眉心直跳，虽是大实话，可这么直白的说出来简直是……林佑盯着宋人头紧绷的下颚和死灰般的脸色，接着嘲讽道：难道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宋人头痛苦的闭上眼，最终一个字也没憋出来，转身就走。齐玉见状看了一眼林佑，也跟着转身离开。可两人刚出办公室，林佑的声音又响起来：宋总，我要是你早就没脸见他了，他失去的你拿命都赔不起。我太了解我妹妹了，不管你有多少苦衷，多少误会，她或许不恨你，但绝对不会再接纳你。宋人头，你和她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如果你对她还有愧疚，就请不要打扰她，让她去过平稳的生活，让她远离你的阴影，慢慢自愈。毕竟那张害死亲人的照片，已经成了她心里永远过不去的坎。齐玉只觉得这些话字字扎心，听的人都喘不过气。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，好似在他眼中看到一抹水光。齐玉顿时心惊不已，可还不等他仔细分辨，宋人头已经抬腿离开。看着消失的背影，林佑松了口气，拉开抽屉，拿出那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。他按下内线，把秘书喊了进来，把这份离婚协议书寄到宋氏总裁办。秘书看了一眼上面的字，顿时睁大了双眸，想起宋总刚才那张臭脸，吓得直吞口水。是林总，我这就去办。秘书抱着文件转身离开，正巧撞见进来的霍锦。他走过去将文件扔在桌面上，这么逼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林佑抬眼迎上他的目光，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，或许对整个公司也没有，但对我妹妹有就够了。
霍景挑了挑眉，眼神幽深。我以为你最看重的是林氏。林佑淡淡看了他一眼。我在乎林氏是因为这是爸妈的心血，我会拼命守住，但亲人无可替代，我就剩雨贤一个亲人了。在我眼里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我妹妹在我心中的位置。霍景目光深沉地盯着他纤细的背影，哪怕赔上整个林氏也在所不惜。林佑听到这才转过身来看着他，对，在所不惜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宋人头发疯报复，答应你的条件我也绝不食言。霍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林总果然是讲究人，够爽快。林佑同样静静看着他，直到他的手机响起，他看了一眼，我先接个电话。霍景抬了抬手示意他接，自己走到沙发坐下，并没打算离开或者避险的意思。林佑无奈看了他一眼，喂，那边传来一声二姐，身体还好吗？二姐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你说我没流产。听到这话，林佑京忍不住惊呼道，你没流产？是我求奶奶这么说的，我不想跟他再有瓜葛，要是让他知道孩子还在，肯定没完没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林佑听了我这句话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，他抬手扶着玻璃轻声笑了一下，很好，雨贤，你做得很好，对不起二姐，嗨，你跟着担心难过了。林佑深吸一口气，孩子还安然无恙，这就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真就剩你一个亲人了。我听懂了他的后怕，愧疚的低语，二姐都怪我，爷爷的死我有责任，要不是我，好了，不要这样说，发生这种事情谁也料想不到，要怪也只能怪罪魁祸首，你也是受害者，所以你也不准再有这种想法，爷爷知道会伤心的，他那么疼你，怎么舍得让你自埋自怨？二姐，我打算离开港城了。林佑眼神一动，望着窗外轻声问，想好去哪儿了吗？想好了，近期可能不联系了，但我会发邮件报平安。奶奶派了王阿姨来照顾，别担心，奶奶都安排妥了。林佑闭了闭眼，放下手柔声道，好，我相信老太太能护你周全。挂断电话，林佑转身看向一直坐在沙发上的霍景，霍景却眸光幽深晦暗不已，盯着他泛红的眼眶，几秒后才道，你妹妹没流产。林佑眉头紧锁，警惕地看着他，我希望你能把嘴闭严实了。霍景眸色微沉，扯着嘴角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放心，你们那点破事跟我无关，我没那么闲。说完，他拖着下巴调侃道，不过得恭喜你，刚说剩一个亲人，这马上又要迎来第二个了。想到妹妹肚子里的宝宝，林佑眉眼瞬间温柔下来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霍景沉沉看了他几秒，缓缓起身，行了，我出去了，我和你说的那个项目，你尽快考虑好告诉我答案。林佑表情一致，可你说过只有50%把握。霍景双手插兜，漫不经心地回道，我做事向来只求1半把握。林总找我不也是在豪赌吗？赌徒最不缺的就是胆量。林佑眉心拧得死死的，整个人陷入了剧烈的纠结与挣扎。霍景跨步走到他面前，挑起他的下颚，没听过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？林佑，敢不敢和我赌这一把？林佑侧头躲开他的调戏，万一赌输了，林氏就要面临2次破产，而你却能全身而退。霍景挑眉看着他那张冷脸，你这么说也没错，但就不能判点好吗？我可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，以后还怎么混啊？林佑转过头直视他的眼睛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撞。霍景盯着他的唇，慢慢低下头，离开林氏大楼。齐豫看了看后视镜里那个气场阴沉的男人，宋总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宋人头侧目看向窗外，眸色深不见底。回公司。齐豫有些诧异，小心翼翼地打听，那太太，咱们不找了吗？宋人头疲惫地闭上双眼，抬手按着眉心，大海捞针，你能找得到吗？齐豫闭上了嘴，找人这种事其实还挺简单的，但这事是宋老太太一手安排，这找起来可就困难了。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了？放弃？宋人头自嘲地低喃，你觉得一个大活人他能藏多久？齐豫眨了眨眼，真要有心躲起来，1-2年也不是藏不住，毕竟那些逃犯不都是这么没瘾的吗？只要会躲会藏，谁也抓不住，何况还有老太太背后撑腰。宋人头盯着林氏楼顶的招牌，目光阴沉的可怕，林家根基在这儿，我就不信他真能躲一辈子不露面。齐豫的心里咯噔一下，顾总您的意思是？宋人头眼神晦暗不明，语气愈发凶狠，3年5年我等得起，迟早有一天我要他主动现身。和金圈太子爷结婚的第3年，他瞒着我飞往法国看望白月光的妹妹，却不料被人拍下亲密照，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却得知林老爷子因他而死，而我也选择留掉孩子，远走他乡。此时宋人头目光阴沉地看着林氏集团，对着助理说道，不用找了，林家在这，我不信他能躲一辈子，3年5年他早晚会回来，我等着他主动出现。助理齐豫不由攥紧了方向盘，那要是太太真的一直不回来呢？不会的。宋人头痛苦地闭上双眼，他的家在这，他总会回来。齐豫突然就语塞了，这么盲目的等下去，真的能等到太太回心转意吗？他觉得很难很难，太太这回是一点机会都没留，说消失就消失，他心里肯定恨透了宋总。很快，林氏集团就发布了讣告，宣布林老爷子昨日病逝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公关部又发了另一条重磅消息，林雨贤和宋人头正式离婚。林氏这2条公告一出，顿时引来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远在法国的蒋姨看见消息后笑得花枝乱颤，哈哈哈哈哈！离婚？他们竟然离婚了？那个老不死的也挂了，真是天大的喜讯，太痛快了！一旁的小双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蒋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蒋姨的心情好，对他招了招手，来，你看看港城最新的新闻，还是林氏亲自公布的，快过来看。小双点点头凑了过去，可看到那2条消息瞬间惊呆了。宋老爷子病逝，宋总和林小姐离婚，再想起宋人头给他打的那通电话，他说宋总怎么就忽然间狠得下心，难不成是和这2件有关？蒋姨见他发愣更是得意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，我现在整个人都精神气爽。小双，这是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哈哈哈！小双吓得屏住呼吸，脑子里全是林特助问他知不知道照片的事情。他把事情串联起来，这林老爷子该不会是看到那张照片才气死的吧？想到这，小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似乎能理解为何宋总能狠得下心了。他眼中闪过一抹暗光。蒋姐，既然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心情这么好，我陪你出去逛一逛。我们来了之后还没找个时间好好逛一逛呢。蒋姨挑了挑眉，唇角的笑意始终没下去过。她扫了小双一眼，我看是你自己想逛了吧？行吧。
今天你看上什么我都买单。小双眼中眸光一闪，谢谢蒋姐，等我一会，我去换身衣服，咱们就去逛街消费。小双看着蒋怡哼着小曲进屋，纠结了几秒，还是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。她攥紧了手机，在心里暗道：对不起了，是你自己作死，我不可能陪你一起死。半小时后，蒋怡收拾好出来，小双看见后一愣，蒋姐，你怎么打扮成这样？蒋怡戴好墨镜瞥了他一眼，我现在可是病人，你也把口罩戴好。对，还是蒋姐想的周到。两人到了附近商场，小双没买什么，反而是蒋怡自己，因为心情好，所以就消费了很多。出门后，小双扫视一圈，忽然开口：蒋姐，你渴不渴？我去买杯喝的。咖啡还是果汁？蒋怡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还是咖啡吧。好，那你站在这别乱跑，我对这附近不熟，怕你一动我就找不着人了。蒋怡点点头，知道了，你快去快回，我逛得有些累了。小双眸光微闪，好的，蒋姐，马上回来。他转身走出几步，忍不住回头看了蒋怡一眼，随后把心一横，咬牙转身就走。如果真像猜的那样，照片是他拍的，那自己也脱不了干系，必须听宋总的才能保命。想到蒋怡接下来的下场，小双不由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会气的地方。好在最近的咖啡厅是在商场里面，他心不在焉的排起了长队。轮到自己时，心里猛地一紧，端着2杯咖啡慢吞吞往外挪。走了没一会儿，就听到议论声，似乎是有人出车祸了。小双呼吸一滞，他攥紧手中的咖啡，加快脚步。当他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后，顿了顿脚步，他咬了咬牙跑了过去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麻烦让一让。他费力拨开人群，看到被车撞倒在地的蒋怡，尤其是那滩刺眼的血迹，手里的咖啡啪嗒掉在地上。蒋姐，小双直接扑了上去，但他完全不敢乱动蒋怡。蒋怡好似也已经完全没了意识，他整个人都有些发抖，眼泪也控制不住的滚落。他扭头看向左方的车，这至少撞了10米远。小双狠狠打了个寒战，愣愣的看着蒋怡满是伤痕的双腿，艰难的咽了口水。他转头冲人群大喊：求求你们帮忙叫救护车！大概半小时后，救护车把人拉走。小双整个人思绪恍惚，他僵硬的等候在手术室外，他双手紧握原地踱步，他在祈祷。至于祈祷什么，恐怕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门被推开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医生摇摇头，主要撞击点在双腿，内脏出血已经止住，暂时没生命危险，但右腿粉碎性骨折，以后怕是离不开轮椅，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小双听到这话，下意识松了口气，人没死就行，只要活着就好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他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？医生点了点头，片子上显示他的腰椎似乎也骨折，跳舞恐怕是不能了。至于术后具体恢复情况，会有骨科医生和你解释。小双这才点头，好的，谢谢医生，麻烦了。医生离开后，小双看着手术还在进行，掏出手机躲进了洗手间。齐特助，是我，蒋姐刚出了车祸，正在抢救，医生说命保住了，但腰腿都折了，这辈子怕是跳不了舞了。齐豫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好，辛苦。小双攥紧手机，试探着问道，那我以后别着急，你还有一件事没办妥。小双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咬了咬牙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齐特助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搞清楚蒋姐藏在心里的秘密。这边，齐豫挂断手机，看了一眼后面的人，宋总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宋人头没睁眼，靠在汽车靠背上闭目养神，脑海中时不时浮现出几个小时前林氏突然发布的公告。宋家老宅里，宋父见到儿子回来就生气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回来干什么？宋人头看了他一眼，眸底一片灰暗，奶奶在哪？宋母放下手中的书，冷冷看向他，你不死心？宋人头扯了扯唇角，死心了，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。奶奶呢？宋老太太站在2楼俯视着他，你上来吧。宋人头抬眸看向2楼，随后走上楼梯，跟着老太太走向书房。宋老太太坐下后才看向这个孙子，想说什么？宋人头眸光幽深的看着老太太，二话不说直接跪了下来，你再跪我也不会告诉你雨贤在哪。人头啊，你也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？宋人头垂着眼眸，声音低沉暗哑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再找他，私底下也不会。老太太挑了挑眉，显然不太信。宋人头苦笑一声，您说的对，我没脸见他，找到了又能怎么样？求原谅吗？我知道他不会了。老太太皱了皱眉，缓缓闭上双眸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宋人头抬眼看着老太太，向前凑了几步，握住老太太的手，但有些话我想告诉她，必须得说，您帮我带个话行吗？我不见他。老太太睁开眼，满目复杂的看着他，就算我带给他，你确定他就会听？听见这话，宋人头脸色惨白，下颚线绷得死紧，手背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。老太太也不是不心疼，可一想他干的那些混账事，即便是无意，可造成的伤害和结果都是无法挽回的。他和林老头那是老同学的交情，心里有愧，真怕以后下去没脸见老友。老太太摸摸他的头，长叹一声，人头啊，你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所以你愿意放手成全他吗？宋人头想起林佑寄来的离婚协议，还有那张留了话的纸条，他说这个东西他准备了10份，他会一直给他寄，直到他愿意签字为止。宋人头把头埋进老太太膝盖，声音哽咽，奶奶。老太太摸着他的脑袋，人头，缘分尽了，别再互相折磨了，放手吧。宋人头许久都没说话，直到老太太感觉膝盖一片温热，不可置信的低头。老太太心里一颤，闭了闭眼，最终只能无奈摇头。她看得出来雨贤那是铁了心，绝不可能再回头了。可自家这孙子，时也命也，你俩终究是有缘无分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宋人头自嘲一笑，奶奶，我签。楼下宋氏夫妻不停张望，你说妈和那混小子在上面嘀咕什么呢？宋夫人摇摇头，猜不到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宋人头才从楼上下来，他面无表情，可眼圈却是红得吓人。夫妻俩以为看花眼了，等人走近了才对视一眼，满脸惊讶，这是哭了。宋父愣了好半天都没缓过劲来，他都不记得他这个儿子多少年没掉过眼泪了，是6岁那年，还是7岁时候。宋夫
夫人心里也不好受，起身走到儿子跟前，你奶奶和你说了什么？宋人头看着亲妈那担心的样，想几个笑都难，安慰的话更是堵在嗓子眼，他的右手还在不停的抖。刚才签字那会儿，心像被活活撕成两半，他在想，我是不是也疼到这份上，才彻底死心的？我签字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他。宋夫人愣了一下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硬生生咽了回去，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，不合适的人分开，没准是件好事。宋人头眼底红得吓人，他静静地看着母亲，妈，这辈子不会再有比他更合适的了。说完就转身就走出了老宅。宋母皱眉盯着他的背影，这才一晚上，怎么就颓废成这样了？既然这么在乎，何必还留其他选择的余地？宋父冷不丁冒出一句，他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宋夫人扭头瞥他一眼，你说呢？什么叫不会再有更合适的了？他该不会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吧？宋夫人脸色一变，显然接受不了。他心里有数，更该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。宋家不能绝后，不管男女总得有一个。就算他真忘不了林雨贤不想再娶，老太太在疼那丫头，也不可能看着宋家香火断了。宋母想到这，稍微松了口气，哪有过不去的坎？当初咱俩分手，你要死要活的，最后不也跟别人订婚了吗？宋城的脸瞬间绿了，浑身都僵硬不自在了起来。好好的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干嘛？宋夫人脸色更冷了，扫他一眼就要走。宋城立马变了脸，赶紧把人抱住，当场认怂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。和京圈太子爷结婚的第3年，他瞒着我飞往法国看望白月光的妹妹，却不料被人拍下亲密照，上了热搜。他慌慌张张赶回来的时候，却得知林老爷子因他而死，而我也选择留掉孩子，远走他乡。助理祁煜看见宋人头从宋家走出来，吓得连忙掐灭烟头。宋人头冷冷看他一眼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回家。听到回家2字，祁煜明显一愣，抬头看去更是心头猛跳。宋总您的眼睛，他下意识吞了吞口水，这红肿的模样难道是哭过？光是想想就令人发指。回到别墅，宋人头不管张妈的询问，直接进了2人的卧室。张妈看着紧闭的房门急得不行，网上的消息他也看到了，根本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急得直跺脚，见院里祁煜正要走，赶忙喊到祁助理等等。祁煜看了张妈一眼，神色疑惑地问，张妈，您有事吗？先生和太太到底咋回事？怎么好端端又闹离婚？太太人呢？太太的爷爷真的？祁煜看了一眼2楼亮起的灯，沉重地点点头，是的。张妈，您就别多问了。张妈心头一颤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憋出一句，那太太以后还会回来吗？祁煜摇头长叹一声，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张妈，我有件事得拜托您。张妈还在发愣，闻言也只能点头，以后在这个家尽量别在宋总面前提太太。这张妈皱了皱眉，有些心急，可太太肚子里还怀着孕呢。祁煜痛苦地摇摇头，孩子已经没了，所以您千万别当着宋总的面提这茬，记住了吗？张妈这下算是彻底愣住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好好的，怎么就……张妈，您知道这些就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张妈虽然疑惑不解，但也只能点了点头，毕竟只是个拿钱办事的佣人，哪有资格知道那么多。那好，您慢走。张妈看着车子开走，转身抬头看了一眼2楼，最后也只能化为一声叹息，可惜，真是可惜啊。楼上卧室内，宋人头瘫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幽深地盯着床头上方的新结婚照。屋内的陈设和他离开前别无二致，空气中甚至还残留着林雨贤身上的馨香。他的书本、电脑、护肤品，连同所有衣物都在原位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，只是一场荒诞梦境。宋人头衬衫被抓得褶皱不堪，他一顺不顺地盯着2人的结婚照，眸中情绪涌动，最终也只化为一滩幽深的死水。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盒打算点燃，耳畔忽然响起女人温柔略带埋怨的声音，又在房间抽烟，给我灭了。宋人头动作一顿，侧头看去，恍惚间竟看见我裹着浴袍擦着头发，正站在浴室门口一脸不悦地看着他。他喉结滚动，下意识掐断了烟，跌跌撞撞起身朝那个身影走去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我静静地注视着他，甚至还对他温柔地笑。老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宋人头唇角上扬，加快脚步想冲过去将我死死抱在怀里，然而就在即将触碰到我的一刹那，眼前人影瞬间消散。林雨贤。宋人头原地转了个圈，在房间中疯狂寻找我的身影，甚至推开浴室门查看，可里面却干爽冷清，空无一人。宋人头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他死死攥紧手中的门把手，手被青筋根根抱起，整个人仿佛都僵在了那里。他闭了闭眼，无力地垂下手，随即缓缓抬起刚刚签的那份离婚协议书。宋人头眸色沉不见底，眼底仿佛有什么情绪要炸裂开来，最终却只能绝望闭眼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挥拳砸向浴室玻璃门，伴随着破碎声响，鲜血滴落。他面色惨白，却毫无表情，仿佛早已痛到麻木。雨贤，老太太说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咱们不用带太多东西过去。我蜷坐在落地窗前的毛毯上，神色平静地望向窗外。林氏发布的公告我已看过了，此刻我把脸埋进臂弯，轻声呢喃：王阿姨，这次你和我离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王阿姨听罢，只是温和一笑：我这辈子无儿无女，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家。我转头冲她浅浅一笑，我想明天就动身离开。王阿姨看着我笃定地点点头，好，那咱们明天就走。老太太刚发来一段录音，说是少爷给您的，还说他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只希望你能听一听。雨贤，你要听吗？我的目光瞬间凝滞，你刚说他签字了。王阿姨肯定地点了点头，老太太却是这么交代的。我再次陷入沉默，静静地盯着虚空某处，不知在思索什么。王阿姨安静地等待了一会，也没见我开口，就准备离开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录音呢。王阿姨闻言立刻拿着手机上前，我攥着手机盯着那条音频许久，指尖颤抖着点开了播放键。下一秒，宋人头沙哑低沉的嗓音传来道歉，是我食言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听完说完。2天前我接到法国的电话，他们说蒋一从舞台上摔了下来，伤了腿，以后再也不能跳舞，他拒绝治疗。我的确没法看着他寻死，所以才想去这一趟，但我和他真的没有任何一点暧昧关系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和你解释我和蒋一的关系，希望你耐心继续往下听。几年前我在国外留学时曾遇见过一个女孩叫蒋雪，她是蒋一的双胞胎亲姐，我们曾相爱过。听到此处，我的神情终于有了波澜，眸光微微闪烁。蒋雪，
蒋怡静还有个姐姐，但是几年前她和她的父母在来找我的路上出了车祸，3人无一幸免，只有当时还在上课的蒋怡避了难。我答应过蒋雪要照送好蒋怡，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不想对她食言。林雨贤，我和蒋怡从来都是光明磊落，更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。我和她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她只是蒋雪的妹妹，我想过把她当成亲妹妹照顾一辈子。我不可否认和你结婚后忽视你很多，在你们之间我最初的确更偏向她，但林雨贤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她只有责任，但我还是要和你说声抱歉。我不知道你怀孕的事情，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可能会想一个更周全的办法。照片的事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让爷爷看到因此受了刺激。无论如何，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。孩子的事情我很抱歉，相信我，我现在非常的后悔。我知道你难过，我也一样，抱歉，答应你的没能做到，但请你信我最后一次，这次以后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关联。这次他擅自发了照片给你们，造成这种局面，算是断了我对他最后的情分，我不欠他的了，以后他的死活也和我无关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好，我可以消失，甚至你要离婚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宋人头似乎是哽了一下，我的眼睫微颤，静静地盯着手机，你要离婚，我都答应，能不能回个电话，让我听听你声音，哪怕最后一次。录音至此戛然而止，短不到20分钟。宋人头字字句句说得极慢，好像是怕我会听不懂一样。我缓缓放下手机，偏头望向窗外，眼眶逐渐暗红，最终也只是慢慢闭上双眸，眼泪划过眼角。王阿姨是半个小时后才进来的，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睁开眼深吸了一口气，我没事。王阿姨，你今天早点休息吧，我们明天就该出发了。王阿姨看了一眼手机，无声一叹，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，有事喊我。